趁着粉丝老妈不在家，偷偷给她断舍离的第7天，小姐妹说在她老妈没发现之前，赶紧把这个卧室先清空。昨天只收拾了一半，就扔出去了18袋的衣服和垃圾。今天又收拾出来了这么多。虽然卧室只有8平方，但是东西没少塞。出到门口的地方真的是水泄不通，严丝合缝，哪哪都是东西。这是扔了18袋垃圾以后的卧室，东西堆的还跟小山一样。先从这个角落开始吧。这几天扔东西的动静有点大，小区里的人都以为阿姨她要搬家或是卖房子呢。这个角落的衣服都是阿姨现在能穿的。看我叠的这套睡衣了没？同样的3套，只是颜色不同而已。阿姨平时喜欢网购，只要喜欢的东西，可能就不止一套的往回买。家里面带商标没开封的新衣服到处都是，到现在为止，在家里面找出来5、60件是有了。真的是随便打开一个包，里面都会有带商标的。不知情的人可能还以为是以前卖服装剩下的呢，其实这都是阿姨自己买回来的。说女人的衣服多，我可真是见识到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家里有这么多新衣服的人家。房子是70多平，2室2厅，1厨1卫。其他的几个房间，包括厨房、卫生间，几乎都是和这个卧室是一样的状态。除了走道的地方，其他全是东西。本子小姐妹每次回来以后，坐也没有坐的地方，是站也没有站的地方，久而久之也不愿意回来了。但是自己的父母家也不能总不回来，所以就想到了趁着阿姨还给她看孩子，借这个机会赶紧把家里收拾收拾。看着内衣内裤又找出来了一大包，全都是新的。本来我以为厨房是最难收拾的地方，干到卧室了才知道，原来最难的在这儿呢。不光是东西多，最主要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拍照跟小姐妹确认哪个留哪个不留。就这一个角落又收拾出来了这么多包包、帽子还有鞋。就这鞋几乎每个房间都会能翻出来几双，包括厨房和卫生间。我第一天到这儿的时候就看那个鞋盒密密麻麻的，每个房间里面都摆的好多，就连客厅里都是。这个卧室里面都摆了2个鞋架，翻出来的鞋没有100双也差不多了。还有阿姨以前自己做的拖鞋，这里发现了一大包，这个应该是叔叔的。拍了个视频，小姐妹说就留这几双鞋子，还有阿姨自己做的拖鞋，其他的这些鞋通通都给她丢掉，好多都是放在这10年8年都不动的鞋。家里的包包是真不少，30、40个得有了吧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，你们有没有统计的？今天就翻出来了10几个吧，小姐妹挑了几个要的，其他这些我们就都给她扔掉了。说她房子里面水泄不通，还真是。床里边这个空放的也全都是整理箱，里面都是衣服，感觉跟我婆婆有一拼，就是放的东西不同而已。我婆婆床里面是专门放破烂的，这些衣服我都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挨个拍了视频，等小姐妹看完以后再来处理。东西一拿走，窗帘拉开才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柜子，一打开里面老多鞋了，差不多得有个40、50双了。现在算一算，从这个屋子里找出来的鞋差不多都有个180双了。昨天还找出来那么多呢，能放在这里面的鞋几乎都是多少年不动的了。你想想，前面堵了那么多东西，连门都开不开，这面屋子都摆不开了，拿到客厅里继续摆。收拾这个房间的时候正好是礼拜天，小姐妹休息在家，加上叔叔去给阿姨还有小姐妹送菜了，他们都在一起，所以回复的就比较慢。我们是把东西摆到那，拍完视频以后就接着干别的地方。看看这个抽屉一打开，我都傻眼了，昨天扔出去那么多的袜子，居然还有这么多，一整个抽屉全是穿过的袜子，一看就是那种好多年以前的，有的都发黄发霉的。出来了一个小衣服，我感觉应该是小姐妹小时候的。这一抽屉的袜子全部都给她丢掉了，整整的装了一大袋子。你看看这皮筋全部都老化了。打开另一个抽屉，里面装的全是内衣内裤，再加上秋衣秋裤啥的。虽然上面这些挺新的，但是一看就不是现在的，因为阿姨现在的体重长了，就这个号它是穿不了的，越往下翻就越旧了，有的松紧带都没有了。看这件白衣服都变成黄色的了，别的都是板板正正的，能看得出来以前阿姨东西不多的时候放的还是挺有规律的。看看这内裤虽然是穿不了了，但是叠得板板正正的放在这儿，不用看别的，你就看这个秋衣秋裤的花色就知道它有多少年了。这2个抽屉收拾挺快的，因为几乎这些东西都不用跟小姐妹交代了，可以直接给它丢掉。慢慢的一袋子太沉了，给它分成2份。小姐妹交代过，只要丢的衣服都给它剪一下，每一袋我都象征性的剪了几下，要是每家都剪的话实在是剪不过来了。拿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这有一点土，后来才发现这个柜子是外接出去的，原来应该是个窗户，然后楼上是空调机位，用这个窗户做了一个柜子，还不少装东西呢。现在可能时间长了有点漏水，这有一大包毛巾都已经发霉了。这2天收拾卧室也跟小姐妹累够呛，一天看老多个视频了，给她看的都有点崩溃了。加上是礼拜天，阿姨就在边上，
看视频也不太方便。小姐妹说，就这些东西你自己做决定吧，我这边硝烟四起的，太危险了。这些都是放在柜子里面好多年都不动的，没有几件像样的东西了。刚才那一包没挑出几件来，就这一堆我看了看，几乎是全丢，不是太旧就是发霉了。不就是那些好多年以前的衣服，又旧又小，这样的衣服最好收拾了，就是几乎不用怎么挑，直接装袋子就行。就不像昨天收拾的时候，每一件都在拍视频，特别慢。阿姨家的毛巾是真多呀，到处都有。这还有一包掸的口袋，掸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用，可好了，一放多少年，变成垃圾了。有些都粉化了，一碰都碎。地下的鞋已经摆了好长时间了。小姐妹在家忙着帮她妈做饭呢，又买菜又摘菜的，还不敢在阿姨身边看视频。我也没敢收起来，就一直在地下摆着。我要是一收起来，再找的时候就不好找了。用小姐妹的话说，不管多难，得坚持坚持，把这场仗的给她打完。其实也还好，她没回复的时候，我们就干别的。最后小姐妹看完了，可能就留了5、6双，这些鞋子全部都给她丢掉了。好多姐妹可能说了，这么麻烦，为什么不让她回来待2天，跟你们一起挑一挑，这样不是快吗？一个是她平时需要上班的，休息的时候可能就是周六周天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2天都休。还有就是她得守在阿姨的身边，这样我们干活心里边才踏实。这不要的鞋盒子就拆出来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就想尽可能的早一点收拾完，要不然这一天担惊受怕的太难熬了。其实我还行，特别是小姐妹啊，白天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突然看到阿姨来电话，都得犹豫老长时间才接起来，又害怕是一个兴师问罪的电话。床底下的东西我们也没动，给它装在一个文件夹里，等阿姨回来自己收拾吧。像那种细活我们是能不干就不干，主要就是赶进度，先把家里这些大物件往外清一清。姐妹说了，要收拾就收拾个彻底，把床底下也给它翻个遍，把那些没用的东西都往外撇一撇。这里的衣服都是30、40年的了，大部分都是以前的。小姐妹就挑了个1件2件的，其他全都给她扔了。这里还放了一个床头柜，听小姐妹说，这个还是叔叔阿姨结婚的老物件，一看就是多年未动了，灰都老厚了。小姐妹说，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，然后拿出去让叔叔做决定，她是不建议要了。我在里面掏出来了10多个影集，里面老多照片了。我还跟小姐妹说了，一看小时候童年就特别美好。我俩是同龄，我们小时候照片照的就少，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照相机。底下这个背一看就是阿姨结婚的时候做的，前的日期都是1982年。在我印象中10几岁以前没有几张照片，等到20岁参加工作买了傻瓜相机以后，慢慢的照片才多起来。其实人不管在哪一个年纪都应该多留点照片，等你老了以后看看年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。我现在想哈，等我过个30、40年，老了以后再看看现在的视频，应该也挺好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保留那么长时间。把阿姨的棉花被重新包了一下，又塞回到床底下去了，用床单给它包一下，感觉紧实一点，能多放个1床2床的，省点空间。阿姨他们家的储物柜太少了，一共就是3个柜子，这个屋有2个，叔叔那个卧室有1个，多一个柜子都没有。有点东西都放在明面了，看起来就特别乱。小姐妹在网上买了2个货架，过2天到了以后，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往上一摆，还能好一点。这个卧室一共是清了3天，这是第2天清出来的东西，数了一下，一共是14包还是15包。今天这些衣服大部分都是一些老款，卖也没有人收，就是旧衣回收去了他也不给钱，白忙活，快递员还挺累的。昨天的是在网上卖的，一共是卖了20多块钱。这2天收拾屋，邻居们都有人来看，都挺纳闷的，这个家也不大，怎么能有这么多东西呢？有的还探进头来看一看，东西一拿出来还没丢呢，就被捡废品的叔叔阿姨给堵门口了。因为里面没有能卖钱的东西，所以都没给他们。有些旧衣服就给他投到回收箱里去了。清了2天，这个房间都没清完，还剩了床头柜和顶柜没整。一个床头柜里面也放了老多东西了。一个卧室干了3天，明天给你们看看清出去了多少东西，再来个前后对比。